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今天我 VIP 群中朋友，还有这个读者群的朋友啊，也就是买我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的朋友，在问我啊，这个 BCH 它的预期是多少？因为很多人听我的建议啊，买了 BCH 的现货啊，甚至有昨天啊，我 VIP 群中朋友给出了一个点位，就是在$137附近去开多 BCH 啊，然后目前已经持续获利啊，它开的杠杆倍数非常高啊，已经获利了大概有7、8倍左右。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他们问我对于 BCH 的预期是多少？首先呢，可以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呢给出的，目前是走出了一个杀升阳线。那么这轮行情它的启动点呢是在6月21日啊，美国上线了一个新的交易所，这个交易所呢支持的币种分别是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还有一个重点的是 BCH。与莱特币、比特币、ETH 不同的是，BCH 在下跌了95%之后一直处在一个低位徘徊。我们看到啊，它的高点是1650，低点呢是$87。那么低位徘徊之后，利好消息促进它出现了一个绝地反击战。那么在反击战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走到一个杀升阳线的一个位置。那么如果出现唐升阳线的话，目标点位呢是在$240附近。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可能促进行情走出周线级别的上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目前 BCH 周线级别上已经量价齐升了，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那么如果周线级别的目标点位呢，一定是$300以上。同时呢，可以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里面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西游战法，第二部分呢是4项战法。4项战法非常有用，因为它能够让你知道行情当中特别是你关注的行情当中自己所在的位置。那么这轮行情，我们可以在日线级别上对 BCH 画出一个结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我们看到均线。这个是144均线和169均线，黄色线和绿色线的这个部分被跌破之后，出现了一个相对的一个这个底部这个底部呢是在$120，$120跌破之后，进入了一个日线级别的黄金坑位置黄金坑位置上发动了反弹但是呢，这轮行情要辩证的看，要把时间级别放大一些，放大到更大一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BCH 是真正的一个黄金坑。它的一个地板价是在$250附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早在19年的时候$250到$260这样的一个区间呢，就曾经形成了一个底部平台。这个底部平台呢，在22年5月份发生了跌落。那么目前的价格呢，正处在这个大的坑里面所以呢，短的时间周期上，我们看到目前处在一个小的黄金坑当中，但更大的时间周期呢是在$260下方不说250，有的时候特别是东北人会感觉到是骂人的话那么在更大的时间周期上，我们可以看到$260以下的这个位置都是一个我们可以线西游战法当中4项战法的一个黄金坑的区域。那么只要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去投资的话，大概率在未来都能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收益。基于这一点呢，我们看举个案例就是 fail 这个币种呢，在上线币安之后，我们看到20年的时候这里面的画的线比较多，我把它去一下。看这个图fail 代币在上线币安平台之后，一直在$30附近震荡，那么最终跌破$30进入黄金坑的这个一个区域，跌到这个区域之后，出现了一轮反弹。同时呢，我们知道21年年初的时候是比特币牛市大涨行情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看到从2月份比特币快速上涨之后，fail 代币开始启动，一路上涨从底部到上方10倍空间直接拉升了10倍最后呢出现了一轮快速下跌，跌破之后在$56附近形成了一个底部平台，目前跌到$4.8跌到$2.4一直处在一个下方的一个区域上。那么我们看前面行情当中对于 fail 来说，它就有过一轮黄金坑之后的一波上涨行情，它的结构完全和当前的 BCH 非常类似BCH 也是
一个收敛三角形，把这个上面毛刺现象这部分去掉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跌破$260之后，目前处在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那么随着行情的上涨，上方的主要压力位是在$220啊，这是一个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位，$220到$240这样的一个区间是一个压力位，但是这个压力位我认为是能够进行突破的。原因是目前是一个日线级别上涨期，缺一个唐僧阳线。同时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它已经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启动信号线，悟空阳线。那悟空阳线是在五指山下被压制500年之后，在震荡和下跌过程当中产生的。那么有了周线级别的这个悟空阳线，上方空间将被打开。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底部放出了巨量，上方拉出了一个巨大的阳线，量价齐升，并且伴随利好的前提下 ，BCH 有至少回到前高的一个上涨空间。同时，下轮牛市，我认为对于 BCH 来说，一定会同步比特币出现一个新高那么比特币每年行情当中，它的涨幅从低点到高点，但是在20倍以上就算打个对折10倍空间那么 BCH 在$87它的10倍空间是$870是吧？$870。所以呢，对于 BCH 来说，我认为本轮行情它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益因此呢，在$260下方的 BCH 极具投资价值。我们看到这轮比特币同美股来说是一个完全的背离，美股已经连续5个交易日出现一个下跌趋势它的这个下跌趋势呢是在日线级别上涨期完成之后，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做出了一轮调整。那么在调整过程当中，比特币一路上涨在上涨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由悟空阳线、8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它经历了6月22日的调整这里的调整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因为我们知道根据 K 线休战法，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出现小时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调整过程。但这里的调整，我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微弱的一个15分钟级别调整，所以呢，这里的调整时间相对是不足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昨晚23点出现了一个大阳线。那么这根阳线的出现可能会让它走出一轮小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的是它的这个行情上涨的一个位置是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了上涨，所以呢，根据刚才我们提到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小线级别调整，它没有做出小线级别的调整，但是在结构上出现了一个突破性的动作，因此呢，它可能会走出一个下跌，然后再跌下来，寻找一个小时线级别支撑位再发生接力式上涨的一个行情。因此呢，它的调整的目标呢是在$29,000，这也是一个下轮行情当中多头容易进场的一个位置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呢调整到周线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一轮行情当中从熊市末期到上来之后到31000点它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经历一轮调整之后它的调整过程呢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完成了一轮这个新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做调整之后完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再把时间周期敲到周线之后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标志性的周线级别的阳线，悟空阳线，那么就有可能出现接力式的周线级别的上涨。如果出现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话，它的目标点位是$38,000这是基于当前行情当中619这周，也就是本周的这个悟空阳线给出的一个结论。那么本周还可以重点关注的是 UNI 这个我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原因是前面行情当中跌破了一个$5.5的一个水平位这个水平位是有一个波谷连线构成的一个支撑，跌破之后进入黄金坑的区域，所以呢，当时我告诉大家，所有人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去买进，它是一个区域，只要你在这个区域上任意一点去买进，大概率都会盈利。同时呢，当前行情非常接近于7月3日，它形成了一个这个焦点。我们知道焦点位是有黑洞效应的如果发生上涨的话，焦点位容易把它引下来；如果发生下跌的话，焦点位容易把它吸引上去所以呢 ，UNI 目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标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DEX 交易所当前行情当中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交易占比一个58%，一个23.91%，一个4.48%，对应的都是 Uniswap 啊，对应的都是 Uniswap 啊，有 V3，有ARB， 有 V2 啊，所以呢。Uniswap 交易所这个 DEX 的去中心化交易所几乎占整个市场的85%以上啊，加一起呢大概是85%。那么对于这个 Uniswap 的代币，它的平台币 Uni 来说啊，目前它处在一个非常的一个低位啊，非常低的价格。我们知道它的高点是在$45啊，当前行情$4.85。那么从高点到低点呢，它下跌了几乎是92%到93%之间，所以呢，它和 BCH 一样，虽然它没有任何消息性的利好，但它的利好在于实质性的啊，85%以上的交易啊都是在 Uniswap 上完成的啊 ，Uniswap 去掉这个，Uniswap 上完成的，那么它的技术面啊，就是它的价格。目前和它所在的市场份额形成了高度背离，同时呢，我们看到它在这个结构上处在一个我们 K 线稀有战法当中4项战法啊，第二部分4项战法中的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啊，因此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啊，处在底位啊，并且呢，这个底部的这个位置如果一旦涨上去了，是回不了头的，因为时光没有办法倒流啊。因此呢，建议对 Uni 啊进行一部分的布局。那么有了 Uni 这个逻辑之后，我们还可以看 Sushi 啊，为什么要看 Sushi 呢？因为我们看啊，同样是这个 Icon 的一个 DEX 它的板块啊，我们看 Sushi 它的占比呢只有0.45%，虽然很多平台啊，像 BS 平台啊，都吵着啊，都喊着要超越 Uni。但是没有完全干过 Uni 啊，但是 Sushi 呢，它的一个占比比较低，同时呢，它有一个强的预期啊，它要和 Uniswap 啊做市场上的对决啊，因此它是一个高预期的。那炒币炒什么呢？一定是炒预期，无论你是炒股还是炒币，都要做的一个是炒预期啊。那么我们对于 Uni 的投资是基于背离的角度。它的市场份额和价格不匹配啊，所以可以做投资。那么 Uniswap 啊，它是一个市场份额占比比较低，同时价格比较低啊，它有一个想要对标 Uniswap 的一个预期啊，因此呢也可以进行一定的布局啊。这个是昨天 VIP 群当中朋友对我进行的提问啊，这里面是建议对它进行布局。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行情啊，对于 Sushi 来说。最大的下跌幅度是在98%附近啊，这么大的下跌几乎让它沦为了一个非常山寨的币种。那么在行情走到这里之后，我们看到跌破$0.9之后，进入到我们 K 线稀有战法第二部分4项战法中的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啊，因此呢，在焦点位啊，我们可以看到焦点位大概是在6月30日附近，这个位置的吸引力作用下啊，容易出现目标位到$1的一个上涨行情。还可以继续关注的是 CFX 啊，这个是香港板块龙头币种。同时呢，我们看到这轮行情跟随比特币的反应非常积极，比特币的上涨直接带动了 CFX 啊走出了一个巨大的涨幅，从低点到高点已经达到69%啊，这相对于山寨币来说也是很高的一个上涨啊。但是在结构上，我们看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结构在$0.25对 CFX 啊形成了一个压力，因此呢，在回踩$0.22之后。这个$0.22呢是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回踩这个位置之后呢，是可以考虑继续进场的。CFX 呢，我认为还是有很高的一个成长性啊，原因是它是在香港板块处在龙头地位啊，经历巨大回调之后，我们看本轮它的调整幅度达到66%啊，非常快速的巨大的一个调整，几乎把前面行情当中从0.13到0.488的一个上涨幅度已经跌没了，跌空了。同时呢，我们看到它的调整周期属于一个周线级别调整，周线级别有悟空阴线、八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和最终的唐僧阴线。一轮周线级别下跌修完成之后，容易让它促使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对称性的上涨所以呢，对于 CFX 感兴趣的朋友在这个位置在这个压力位调整完毕之后是可以进行一定的建仓这个位置呢，它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沙僧阳线经历过震荡之后，容易走出唐僧阳线
啊。那么日线级别上涨息目标点位是在0.3美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的右上角在当当网上的这个链接上找到我 K 线西游战法同名书籍。感谢大家，再见。